来是起飞失败了。大陆不只有新能源电车天天自燃，还有电动车随地自燃的。像这辆停在路边的电动车，烧起来火焰都分叉了，而且位置也选得非常好，被多人拍下视频发到家族群中，记录下美好的生活。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外卖没有熟，启动了临时加热功能吗？这火真够猛的，打赌不超过10秒，车子也熟了。心疼外卖小哥2秒。这是怎么了？电动车自己就开始烧了，怎么没有人来灭火的？只顾拍视频吗？位置选得非常好，让吃瓜群众能从各个方向看到。谁惹他了？电动车的脾气都那么大吗？怎么生那么大气？全身白烟缭绕的，这是要成仙的节奏吗？请你不要太离谱。开车还不消停，一眼就看到了电动车自燃。吃瓜的心不要太重，请看准双黄线，不然就是200。这下好了，8秒搞定1个月的工资。不知道这位外卖小哥的电动车是不是贷款买的，下次换个牌子吧。有什么阴谋吗？故意放在红旗车边上自燃的。估计红旗车主此时一身冷汗，从烤坏的车门看，估计修一下要好几辆电动车了。以后停到专用车库吧。地上这一坨是电池吗？飞这么远的，怎么消防员用上了电锯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有人能说明下吗？车身还是发挥稳定，一团漆黑的，只能卖废品了。都冒烟了，视频车还不跑，还滴滴别个，你真是不怕它起火爆炸呀？这叫什么隔岸观火吗？也没有救的必要了，已经是一个铁架子了。看消防员也只是喷了一下就灭火了，看这辆本田真的太无辜了，被边上的电动车喷到了一脸，也着了。看样子是离得太近了，如果找不到电动车主，那就亏得大了。起火的电动车已经烧成了渣渣，被清理了。随着镜头一转，还有一辆奔驰，也是一副衰样，估计电动车主连夜扛火车跑路了。一辆烧起来就够可怕的，这是长沙一个车棚烧起来了，这特太惨了，全部都是渣渣。看到这些还说查电动车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吗？先看一张图，错了，不是这张，这张是林正英僵尸先生电影的法藏。对了，是这张。这张是昨天一辆理想 MEGA 汽车冲破护栏垂直跌落桥下的图片。根据知情人透露，事发陕西绥德，这可能是最近理想发生的比较严重的事故了，车头损毁严重，有人员受伤，无生命危险，应该是都有系好安全带了，不然真的后果不堪设想。本来理想汽车的这个 MEGA 车型就备受争议，说是像棺材，万一这样出了事，真的成了电影里面的那句话呢？先人竖着葬，后人一定棒。昨天有提到理想汽车的连环追尾，但是介绍的比较简单，今天有消息出来了，理想车友会变追尾大会， AEB 集体打盹，刚好旁边有一辆华为 N7 和一辆小米 SU7 路过，真是大写的尴尬，家人们谁懂呢？汕头理想车友会还没开始就玩砸了，理想车友会秒变理想连环追尾会，场面相当壮观。当理想与理想相撞，我们才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些距离。6月15日，一群有理想的人开着理想去理想聚会，谁知道前面的理想不理想，导致后面的理想撞了理想。然后一排理想擦出了理想的火花，让这场聚会变得并不那么理想。在事发当天下午，有网友正与蔚来销售试驾路过，他们都被这场面惊呆了，不禁疑问这是啥操作。巧合的是，旁边的一辆问界 N9 和一辆小米 SU7 仿佛心有灵犀，会心一笑，仿佛在说看来大家的 AEB 系统都不咋地嘛。据一位网友爆料，事故中确实有部分车辆的 AEB 功能被触发，并成功避免了追尾，也有车辆触发了 FCM 前碰撞预警功能。但遗憾的是，由于车辆众多，再加上雨天路滑，连环追尾事故最终还是没能避免。在这种天气和路况下，按理说车速应该不快，一辆车追尾还可以理解，但一连串的追尾就显得有些诡异。这可能说明了2点，一是涉事车辆的 AEB 系统可能都在打盹，没有及时介入；二是车辆之间的跟车距离过近，
加上雨天路滑，导致刹车距离增大，司机反应稍慢，最终导致了这场汕头地铁1号线般的连环撞。保险公司看到这一幕，恐怕要气得跳脚了。评论区有网友调侃说，如果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 ，AEB 系统就无法启动。虽不知真假，但如果是真的，那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还有网友开玩笑说，幸好这不是理想 Mega 车友会，否则 Mega 就变成尴尬了。理想撞理想，这一罕见的连环追尾。说到底 ，EEB 系统并非万能，无论是终端车还是高端车，在2级辅助驾驶阶段都存在局限性。安全应该始终牢记在我们心中，千万别把安全完全交给一台机器去负责。毕竟，如果发生事故，机器不需要承担责任，而悲剧的后果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受。这可能是最悲催的一辆小米 SU7 了。车主发视频表示：“这不是全干报废了。”苏西停在楼下，被这个粗野的大汉硬生生拉了2米高。那收不收的？谁报的保险？硬生生拉了2米高，是怎么回事？找他呀！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过来就这样了。那是不是？我们停在自家楼下，你看到没有？被这个车，你看拉了2米多远。师傅，那保险来了。你们受得了吗？大梁给干爆了，门也干爆了，醒来都是懵的，我现在都懵的，兄弟们，我们的同事也懵的，我也懵的，涛哥，这还有救吗？啊？醒来之后，他车子说报废了，你们受得了吗？这台小米苏7被环卫车撞到快报废，最新后续不让报废，需要大修。这应该是全网最悲催、最无辜的小米苏7，没有之一。前几日，一辆绝世高颜值的小米苏7停在自家楼下，路边也不知是怎么了，晚上偏偏被一辆高大威猛的因为车给刮了。根据现场视频所见，车身尾部及左侧撕裂严重。离报废也不远了，车主痛心不已，车门损坏严重弯折，后视镜损坏，翼子板大面积破损，轮毂也有严重划伤。15日，这辆事故车迎来了最新进展，车主再次发布最新情况相当不妙，结果不友好。第一，关于责任，环卫车全责，即使苏7车主停车疑似违停，车身2/3在停车框内，1/3在框外，也没有改变事故责任认定。第二，关于报保险，对方保险公司不走全损，也不让苏7车报废，让车主去 4S 店修，无论是大修小修都是事故车，如果是大修还不如不修。第三， 4S 店修车方案出炉，车架需要切割，其他可以换新的，如果真这样维修，那几乎是大事故。切割车架可能会影响很多重要部件，以后如果哪天想转手，如此大修想瞒也瞒不住，恐怕也没人接盘，一下亏损起码10几万。第四，苏7车主还在争取全损或折旧费，如果不行就投诉保监会，这一条路异常艰辛，耗时费力，希望车主顺利。第五，电池包及其他重要部件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，车主心中忐忑不安。小米苏7真的不容易，事故天天不重样，有不同的苏7事故花样百变不尽，更有同一辆小米苏7遭遇多次不重样的事故。苏7的销量下来了，但事故热度依然高企，而这位悲催的无辜的车主，换成谁都会头疼不已，既不能报废也不能走全损，还得切割车架来个大修，自己开不安心，以后卖也是大亏。小米苏7车主们上路悠着点，行车规范点。与此同时，最近也爆出了一个小米汽车的重大安全隐患，就是关于小米汽车的芯片问题的，可以会在使用过程中失效，导致汽车瞬间失去控制，导致车毁人亡的下场。起因是大陆媒体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，报道中引用了今日小米一名刚离职的电机工程师老金的话。他表示，目前小米 SU7 搭载的仅是来自英飞凌的碳化硅功率芯片，就已经失效了7例。按照交付约3万颗来看，粗略计算的话，失效率已经高达5000%了。据此计算得出的失效率远远超出了行业标准。截止6月13日，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晒出的小米 SU7 的质量问题已经接近20个了。未来随着销量的增加，也意味着有很多的问题会暴露出来。文章指出，与手机芯片的失效率相比，汽车芯片的失效率这一数据通常被控制在更为严格的范围内，以保证行驶安全。
当然，经过小米公司的反复沟通，文章最后被删除了。尽管澎湃新闻的背景也很强大，但是还是低头了。小米汽车芯片的失效率达到了5000分之一，大家不要小看这5000分之一的概念，也就是说每5000辆车当中就有1辆车芯片失效。芯片失效会带来什么？第一个，制动系统故障，刹不住。所以你在武汉看到的那辆小米速7转弯忽然撞到桥墩上，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结论，这是不是和芯片失效有关？这样打个问号。同时你也看到很多小米速7爆出来，比如说制动系统故障，也就是说刹不住，但是小米对他们的赔偿呢，一天150块，谁一天150块钱要这个赔偿啊？因为你20-30万买的车坏掉了，很糟心。现在小米速7交付是3万多台，不到4万台，已经出现了7例。你可能觉得这7例在绝对数值上来说很少，但是万一它卖的特别好呢？你想看有多少车主会因此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。所以国产的新能源要提高自己的良品率，让消费者买得明明白白，不要受其害。同时以前吹过的牛逼，现在随风飘散，什么24小时打定10几万台，当然吹牛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据说某款新能源中级车订单量80多万100多万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以前也有人吹牛逼说水稻亩产3万斤，结果呢有没有毛病？打里卡死。那我们就来讨论下，从网传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，矛盾较为集中在小米 SU7 的驱动系统部分。正如5月份福建某车友购入的小米 SU7， 在表显里程仅39千米的情况下，遭遇驱动系统故障的案例。由于 SiC 碳化硅材料在击穿电压、开关频率以及热特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，所以在纯电动车高压平台上已经开始普及 SiC 碳化硅芯片的使用。甚至即便不是800V 级别的高压平台，但为了提高驱动系统的效率并降低能耗，诸如小米、特斯拉等等，也会在400伏电压平台车型上使用 SiC 碳化硅芯片。那么锅会来自 SiC 碳化硅芯片的供应商吗？根据已知信息，小米 SU7 的顶配双电机版采用的是英飞凌的 SiC 碳化硅芯片产品，而单电机版本则是使用来自联合汽车电子的方案。英飞凌自然是 SiC 碳化硅芯片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，乍听起来矛头似乎要指向联合汽车电子。问题是网报的信息恰好是优先将矛头指向小米 SU7 的顶配双电机版，至于单电机版的 SiC 碳化硅芯片反倒成了次要矛盾。照此逻辑推算，问题的矛盾点又回到小米汽车本身，比如车辆 MCU 调教能力，也可以类比为电脑的主板和 BIOS 调教出了问题，如此也就怪不到芯片本身上来。但在所谓下结论之前，另一个案例也许可以提供更多参考。早在2022年，特斯拉就一次性在国内备案了涉及超过 12.7 万辆 Model 3车型的召回计划，覆盖了从2019年初至2022年初的部分进口以及国产相关车型。彼时特斯拉给出的原因是，车辆后电机逆变器功率半导体元件可能存在微小的制造差异，造成逆变器不能正常控制电流，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或在行驶时失去动力。该解释直指后电机部分，彼时特斯拉的后电机就是率先采用了 SiC 碳化硅芯片，而前电机则是采用常规的 IGBT 半导体元件。所以特斯拉当年虽未明说，但业内还是将矛头指向 SiC 碳化硅芯片的一致性问题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轮小米汽车身上涉及的英飞凌，正是与意法半导体一起，作为特斯拉 SiC 碳化硅半导体供应商的2大巨头之一。当然，这也同样不意味着要把矛头指回英飞凌一家。当年没把这件事捋清楚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受限于彼时全球半导体材料产能困难，显然不是特斯拉与供应商之间互相推锅的时候。但时至今日，如果还浮现出相关安全隐患的端倪，那就不得不把事情掰扯清楚。那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？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下特斯拉当年是怎么做的。彼时特斯拉采用的车企最喜闻乐见，同时消费者也相对省心的 OTA 解决方案，通过远程升级优化电机控制软件，并对其进行监控，从而在出现相关故障后，对后逆变器进行更换。很显然，所谓优化电机控制软件，
换一个更熟悉一点的形容，也就是降频。当然，电机性能不可能像3C 数码产品那样，涉及降频就挥刀自宫，但牺牲一定极限性能，以此延长 SiC 碳化硅芯片的寿命，显然是必须的。回到小米 SU7 身上，如果也遭遇到类似问题，特斯拉当年的 OTA 办法也是可以被抄作业的存在。但想要根除这一问题，还是得落回到另一个关键因素，也就是提升 SiC 碳化硅芯片的良品率和质量。毕竟，高转速电机是纯电动车的必然发展方向，包括小米在内，已经把门槛提升至2万转以上。后续跟进的小米 V8S 电机，甚至可以将转速推高至27200 RPM。既然驱动技术在进步，那么半导体技术也就只能选择跟上节奏。根据装车节奏，小米的 V8S 电机将在明年问世，而英飞凌此前披露的有关8英寸碳化硅晶圆的面世节奏，几乎和小米同步。反过来考虑，两家可能存在某种默契。这样看来，小米汽车应该是在高转速驱动性能上一条道走到黑了。